大家好，我是 M-Work 的马克，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没错，就是刚刚看到的瓶子，就是我们的 NOS。好，那想必大家对这个 NOS 这个一定非常有兴趣，常常比较红的电影就是《亡命关头》Fast Furious 里面呢，常常会看到的氮气加速在比赛的时候呢，大家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所会按下的这个按钮。那这个按钮所启动的就是这个瓶子里面所提供的 NOS 气体，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笑气。好，那笑气的这个为什么会叫笑气呢？是吸的这个气体会想要笑，会产生奇怪的声音，会让你的声带发生变化。我个人是没有吸过啦，所以不知道会有什么问题，我也不太想去吸这样子。好，那今天就来介绍一下 NOS 的这个系统运作原理，给大家了解一下。讲到 NOS 这个系统，那它是一个喷射的气体。好，那这个气体要存放在哪里？也就是存放在这个钢瓶里面哦。那这个钢瓶里面呢，我们储存的是它的液态，好，所以说充填厂商必须加压到液态，好才能把它灌进去。所以说我们在充填的时候呢，必须要去称它的重量。好，那重量有足够的话，表示这个 NOS 的充填量才是足够的。好，如果你灌成气态状态，那就是有问题。好，那这个瓶子是橘色的，不是我们以往看到的 NOS 的蓝色的这个外观。好，那这是 Sniper 呢，是它的副品牌，也是 NOS 出的。好，那这个品牌的定位呢，就是比较平易近人，让大家比较更能够容易入手这种套件。好，那这个是储存的瓶子。那其实它瓶子的话，因为它比较基本的话，必须选配一些东西。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加装一个压力表。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另外选配的一个安全阀开关。OK， 把它旋上去。好了，当我们比如说，因为我们车子如果在大太阳底下，像今天刚好是端午节，你如果这个车子里面充满了 NOS， 那你要在大太阳底下晒的时候呢，压力会特别高。那如果不释放一些压力的话，有可能会让这个瓶子变形或者是爆炸等等。好，其实是蛮危险，所以说为什么会设计这个，会让你选配这个安全阀的用意就是这样。这个安全阀我们坐上去，然后它自己会从这边，这上面有这个泄压孔，泄压孔会释放它的压力，这样子。好，那这是选配的部分。好，那再来就是要经过这个管子，AN4， 这是美国这个。航空，我们俗称航空接头 AN 接头 AN4 的接头，压好的管子，到达车头去，这样。好，这个是瓶子的部分。好，我们可以看到这是 NOS 喷射系统所推出的瓶的压力表。那可以看到黄色的区间大概是超过1100 PSI 以上，就是红色的危险区间。好，那所以我们可以来检视我们瓶子内的这个液体压力够不够。那当你到达红色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安全阀就会去释放它的压力，让它保持在安全的区间。好，那我们用到快要没有的时候，也可以知道压力不足了，我们可以对这个瓶子做一个气体的充填的动作。讲错了，应该是液体充填，那是液体的充填。好的 ，OK， 好，那如果说你的喷射量很大的时候呢，因为液体我们的液体如果大量转换成气体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吸热的反应。所谓吸热反应，就是它会吸取周围的温度，让你的瓶子出口的这个地方呢会结冰，也就是瓶子会结冰。所以大量使用的状态呢，还有贩售另外一种套件呢，是可以把瓶子包覆起来加热的。对，好，那以上这些知识分享给大家。好，那
NAS NOS 这个气体主要储存的方式就是这一种瓶子哦。那瓶子当然我们另外还有碳纤维的瓶子更轻可以选择，那当然这个单价就会特别的高。好，那储存的以外，我们就是透过这个铁氟龙管、金属接头、高压的接头传递到引擎室来。好，那在喷射系统的话，我们就有分大概主要区分为2种，就是干式跟湿式系统。那干式跟湿式喷射系统怎么样分别呢？好，所谓的干式系统呢，就是我们的喷头喷出去，受到控制喷出去的时候，只喷 NOS 气体，只喷 NOS 气体。好，那这叫干式系统。那湿式系统的话呢，它的喷嘴是结合两个，一个汽油，一个是 NAS， 所以说这个湿式的话，喷射的时候是同时喷射 NOS 气体，然后汽油的这个油，汽油的混合油。好，那当然这样湿式的话，你在喷射的同时 ，NOS 跟汽油会一起混合，在一开始就先提早预混，然后让引擎去吸入。好，那以上大概是这2种喷射系统区分。然后呢，我现在等一下介绍给大家看一下。这台的安装例子呢是湿式系统，这一台就是我们 Golf 时代 GTI 经过中度改装的引擎。好，那我们这一台配备的 NOS 呢，我们的NOS 管子在这边然后跑，经过电瓶的下方，到这边。好，那我们就有2个电磁阀，可以看到2个电磁阀，一个是控制 NOS 喷射的电磁阀，一个是这个汽油喷射的电磁阀。好，那所以我们这台配置呢就是湿式的。好，那经过了电磁阀的控制之后呢，会来到我们的喷嘴。我们的喷嘴有点黑来照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这种武器就当成秘密武器，所以我们会尽量把它藏起来。好，那这是我们 NOS 管路的配置。好，那我的油呢？我的汽油呢？的来源呢，就是我原本的油路上面，从汽油的油路去分解出来这样子。好，然后我们这个就是 ID，Injector Dynamic ID 的这个高流量汽油滤芯。好，那我们这台的配置呢是1300cc 的喷油嘴。好，那为什么我这次会选择这个湿式的 NOS 喷射呢？好，因为我觉得经过一些调教之后，发现说，其实我们的 NAS 跟汽油必须提早混合，对于这个整个燃烧的状况产生的效率，会比较好。这样，好，那这以上是我们这个 NAS 管路的 layout， 然后当然电磁阀我们是透油，我们用这个 DTM 接头来控制。来连接，那是由我们 MSD 固态继电器来控制，电脑来控制这个固态继电器，然后固态继电器再来启动我们的 NOS 电磁阀。好，那可以看到这个固态继电器是没有保险丝盒的不需要保险丝我只要拉一条电瓶的这条大电这个就是它的电源。好，那它启动的时候会有灯亮来指示。那这个它可以做100%的控制。所以我们很多东西，这个汽油棒、风扇都可以透过固态继电器来产生 PWM 控制，也就是100%的控制。有点像 DC 变频。好，我们刚刚看的整套这个 NAS 系统的介绍，是不是觉得这个系统非常简单，就是瓶子、管路、喷嘴、电磁阀控制而已？其实真的就是这么简单。那为什么喷射这个 NAS 这个东西呢，可以提升马力那我就稍微跟大家解说一下。
NOS 就是 Nitrous Oxide System， 也就是 Nitrous Oxide 就是氮氧化合物。那氮氧化合物这个成分的化学式就是 N2O。所谓的 N2O， 如果大家有学过一些化学的基础的话，就知道说 N2 就是一个单位气体里面呢有2份的氮气，1份的氧气。好，那 N2O 它在平常状态之下呢是稳定的。好，那只要经过燃烧，它会把这个 O 释放出来。所以也就是说，你喷射进去的单位气体里面呢，有1/3的成分是氧气。好，那所以说这个强制进气是非常的强力哦，比我们这个改装涡轮哦来得更快哦。所以为什么这么多老美的改装里面呢，非常的喜欢使用这个NAS system。好，反正我只要把这个东西装上去，好，在进气的地方钻个孔，我只要按钮按下去，你就能马上享受到这个强制进气的快感哦的快。但是因为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原厂引擎能够承受的这个气缸压力哈，那所以说也有一些安全装置必须去加装哦，并不是说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去按这个按钮来启动哦氮气效气加速啊。你如果转速太低，按下去哦，很多常见的就是你的气缸盖会飞起来哈，会飞离你的引擎哈，你的引擎就直接当场就炸掉。所以说有一些转速限制啊，然后油门全开的限制啊，所以就必须我们那边加装一些微动开关。好了，当然我们有更先进的话，我们透过这个电脑系统来控制 NAS 的启动是更加的完美哦。好，那系统大概是这样介绍哈，因为强制进气嘛，那所以我们能够得到这个马力。好，那再来就是说如何控制这一个马力的大小呢，就是透过这个喷嘴哈，喷嘴的大小就会影响到这个马力哈。那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喷嘴一组的话，大概上限是可以一组可以提供150匹的马力。哦，那比较重度的改装，你就会看到，气管上面会有4个喷嘴。好，那4个喷嘴，你如果4个都是150，那可想而知，你按下去的那一瞬间会瞬间产生600匹，大概是这个概念。当然，你的墙并不是说理想状态是这样的，那并不是说你按了就一定能够引起，一定能够承受必须改装者必须做这些考量然后才来做一些运用。那而且 NAS 的运用也不一定说是要在全区域，我们也可以辅助性的，比如说有的涡轮很大颗。那我们在涡轮正要起步的初期，我们来按一些 NAS 帮助涡轮的这个 spool up， 就是把它转速提升。好，那这是一个作用。好，那所以说 NAS 的好处就是这样。然后其实我觉得如果有兴趣，大家可以多研究这样子。好，目前看到的这个呢，就是 NAS 的喷嘴，有这么多的号数。好，那以上是 Amoco 现在目前的库存。针对比较长路的号数做一些库存，26、28、30。好，那这个号码呢，代表了它是千分之几寸。好，那当然号码越大，你的口径就越大。那所以我们 NAS 的马力呢，就是透由这个喷嘴的口径流量来限制它的能够流出去、能够喷射出去的这个 NAS 的总量。我可以看到这个是26的喷嘴，口径比较小，比那63最大的，那很明显的口径就大了许多。好了，当然还有更高的号数。好，那所以说我们 NAS 的就是透由这个喷嘴来控制调配它的口径。那所以说有很多号数可以做微调。好，那一般我们用钻，就是有的人可能会买小的来钻大。那你的钻头啊，在钻这个东西的时候是很好加工，因为这个可能都是差几条的这个差异在做调整。好，那干式、湿式
都是使用这种喷嘴。好，湿式的话呢，就必须使用2组喷嘴来做调整。好，你的 NAS 喷多少，你的汽油要喷多少。好，以上就是这个 NAS 喷嘴的介绍。好，那我们再来 Golf GTI 4代在 NOS 上的运用呢，我可以透过旋钮，或者是按钮来启动。当然，我们在目前是不想要自己去按，我们想透过模式的选择，旋钮上可以看到模式。我在模式级的时候，我要启动 NAS 的喷射，然后可能在某些区间，或者是全喷的状态来运作。好，那 Motec M1 系统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race function。那在 Motec 里面已经 Nitrous 已经框架好了，所以我们只要去做选择使用。我在模式级的时候，我要启动 NAS 这个系统。然后呢，还可以启动的条件，Trans Brake 也就是锁这个像弹零式起跑的时候呢，会锁前轮，我们叫 Transmission Brake 或者是这个 Transmission 是在零式国外自排的那种零式的状态，它会瞬间是空档的，它是用自排的刹车来作为一个条件，然后油门开关，油门位置。转速、气管压力、转速限制等等条件，还有平压、钢瓶的压力来做一个要不要 NOS 要不要启动的一些条件。然后可以看到 Stage 1、Stage 2。OK， 也就是它是可以，我的 NAS 呢是可以做2段式的控制。好，那这就是非常完整的一个电脑的控制系统。那当然你也可以很单纯的使用一个按键，按下去，我的 NAS 就会启动。好，那以上的影片呢，就是 Mark 针对 NAS 喷射系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其实呢 ，NAS 整个系统真的非常简单。好，那储存 NAS 我们需要什么 ？NAS 的瓶子，钢瓶，然后再来就是管线。好，管线我们进到引擎室呢，我们透过电磁阀跟喷嘴来控制我们要的马力数。好，然后使用这个机械式的方式的按钮来控制，或者是使用进阶一点，我们就使用全区块电脑的条件来进行自动控制。好，那你想要多少马力呢？就是使用这个喷嘴大小来控制。好，那喷嘴其实也非常的便宜哈。那针对这个你想要对引擎动力来做提升的朋友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那其实整套系统大概就是可能也许2到3万就能够搞定。那比起我们要去改装硬体、凸轮轴拆引擎、提高压缩比，或者甚至是机械增压、加装机械增压、涡轮系统，费用远远是 NAS 喷射系统的好几倍。好，那这个方式真的是很便宜的一个动力的提升的方式。好，那如果有朋友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参考这样的改装的方式。好了，如果你喜欢我这一期的影片呢，也请你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如果有什么问题想要讨论，也请你在我留言板下方留言进行讨论。OK， 这一期影片就到这边 ，See you next time。